那我们干点啥呢？不是说这真心话玩真心话吗？是吗？对啊。嗯，这样子，我们3个人举起手，一起来石头剪刀布，谁输了那个人，我们另外2个人就可以问他真心话，怎么样？不知道干嘛，不知道说什么真心话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别人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呗。可是我对你没有真心啊，只有绝情是吗？只有死心。死心塌地的死心吗？不是那个，就是心死了。你要再不还我钱，我就快点吧，快点吧，要不要玩？要不要玩？好，不玩。来，我们先是1、2、3，石头剪刀布，好，来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好，我跟17最终那个来，1、2、3。你输了，卡斯。You see， 是由我们来问卡斯吗？对，我们来问卡斯，你想问他什么问题呢？一定要给他挖一些大坑，毕竟是他挑起的头，好不好？是我，不是你说要玩真心话的吗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说过呀。你今天晚上脑子是实话。今天晚上脑子是怎么了？少管我。那个说出其他的5个缺点。你的答案决定了你要还我多少利息。下巴长100，脸窄50，执着。等一下，执着是优点哎，不是缺点，执着是缺点。你可以换个词的，卡斯不用怕。对肥裤子太热爱。什么叫肥裤子太热爱？你懂我的那个小腿裤那个地方啊？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懂。就是他太窄的裤子我穿不进去，主要是他很讨厌收小腿的裤子，他穿不下，他很喜欢穿小腿的腿围跟大腿的腿围一样的裤子。这也算缺点吗？我穿不下。缺点。我穿不下那种裤子，不是我不想穿，我腿穿不了。5个，这是生理性的问题。尖叫次数太多。什么次数？尖叫次数。为什么是尖叫啊？因为你跟我去玩的时候，你尖叫次数很多呀。你就说环球是吧？还有漂流啊。自己回想一下，你尖叫次数多不多？这算什么缺点呢？谢谢不到天边不改名的关注。好了，哈哈，换你问他了，一人问一个。我不知道问他什么啊，要不你帮我问快点，你快一点。要不你可以学。那行吧，那你在熊猫堂里最讨厌的人是谁？为什么？谢谢学霸的灯牌。我目前最讨厌的应该是嘻哈，因为我欠的钱。其实我本来想这么说，但你已经说出来了。不行，我就要把你这条路堵死。确实啦，因为哈哈，我已经开始装卡。我是真卡。I am real cat。不卡了。你说。我目前最讨厌17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羡慕嫉妒他有宠物这件事情。我认真的。我刚才在直播的时候，我去前半句是认真的还是后半句是认真的呀？后半句。那前半句不是认真的。真的不是认真的呀。那就不是真心话。我最讨厌峰峰。为什么？你一定要把5个人都得罪一遍。我建议你刚才回答完就已经得罪完1个人，你就不要再得罪其他人了。我最讨厌顶顶。卡斯就是讨厌所有比他优秀的人，懂了。
哇，你这个帮我圆的，我也是很不想让你帮我圆。不是卡斯，你讨厌我的点，那你要讨厌很多人啊，因为周围有很多人有宠物。他说熊猫糖啊。哦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认真的，因为刚才我出去那个直播的时候，我去超市买水，然后回来的时候，好多狗，就是有一只白色的小狗就趴到我身上，就是我也不认识它，然后趴到你身上，你是躺地上了吗？没有，它是扒在我的腿上。啊，那叫腿上，不叫身上，你这吓人。可是你是喜欢小动物的。对，我是喜欢小动物的。不能接受我有小动物，因为我觉得不是，我羡慕嫉妒呀。我不是说不能接受，我说羡慕嫉妒你有小动物。那你昨天我懂了，那你昨天我懂是啥意思了啊？言外之意啊。那你还有钱养宠物，我连自己都养不活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差点要养宠物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养什么？蟑螂吗？因为我今天在某商超市在买菜买菜的时候，他推荐给我12.6块的螃蟹2只，而且不是那种吃的螃蟹，是水养的，就是那种宠物的螃蟹。所以你要养螃蟹，我差一点就下单了。那卡斯就是自古以来吃宠物第一人。对呀，那个螃蟹不能吃，那个螃蟹不是吃的螃蟹。不能吃养它干嘛呢？可是让它夹你吗？跟你聊，你说你要宠物。没有，上次我跟卡斯聊，他说他要养章鱼这件事情，然后他说反正到时候章鱼养死了可以吃。不是是这样子，我是看到了一个，我也知道这个事情，我看到了科普养章鱼的视频。他说章鱼哪里来？你可以去那个菜市场买章鱼，如果章鱼死了，你真的是可以吃，那是食用章鱼。可是你要当做是自己宠物的话，你会吃吗？你在家没几天就死掉了，它是你的宠物吗？对吧？你想想，我曾经买过10几个螃蟹，我还放在我家的那个桶里边养了2-3天，那我还是把它吃掉了呀。好吧，那原来食物跟宠物是把它吃就在一念之间，是吧？卡斯的宠物的宿命就是被它吃掉啊。那其他我养你。你先把钱还我下一轮吧，现在不会说这种话。下一轮吧，下一轮我们来下一轮来。下一轮我们加一个要求吧，就不要问关于那个团内的事情了。那卡斯问一下，昨天你跟小皮第一次接触，你喜欢他吗？喜欢呀。你觉得他是可爱的吗？我不是第一次接触，727是第一次接触呀。就是昨天在我们家，感觉。我觉得养个宠物在家真的感觉很好。用我的钱养我，是这样。真的还蛮不错的，就是养个宠物在家，跟着你屁股后面溜溜走的那种感觉很不错。那你要照顾它，你要花很多。它不会跟在你屁股后面哟。哎，小皮会哦。小皮不跟我。那时候他比较刚接。我昨天去17家，我刚进他家，小皮就让我摸让我抱的。那现在小皮已经适应了，可能我去他家去的太早了啊。毕竟是我陪他去接的。这也要比，天哪！真的是够。好，我们下一轮。养个大狗狗吧，行。我们下一轮吧。来，下一轮。来，3、17，你看不到你手啦。齐心手往下一点，怕你作弊。来，3、2、1。又是你啊，卡斯！你一个大叔哎！来吧，卡斯。你才说我大叔，你才大叔，你个大叔，你个大爷！来吧，那个大家有没有什么想问的卡斯的问题？对，给大家一个好奇的，关于卡斯比较好奇的问题，我们可以帮你们问出来啊。如果你们没有的话，就是我们俩来问啊。对，大胆发言，我做你们的嘴替。是的，就没关系。现在他看不到你们的评论，所以他不知道是谁问的。所以说你们可以放心大胆的说出来，对，然后我们问出来。结果没有人说，因为我这么不红，大家对我都没有什么好奇吗？行这位朋友说了，为什么每次连线其他都要上厕所？我是真的想上厕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每次跟其他连线，我肚子都痛。你的意思是说我有毒了？你是自己多想啊，你是一个容易敏感多想的人。咱们有的时候呢，所以你并不是这么认为啊？你认为呢？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
跟其他连线，我都肚子痛。现在呢？现在没有，被17中和掉了吗？没有，不是，是因为刚才你不是跟我连线，我不是上厕所了吗？已经排空了。学过了是吧？哦，快。行了，17你问吧。好，其他的问题已经浪费掉了。直播间有一个问说，请问卡斯有没有对谁动过心？对谁动过心？我知道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我知道。你不要给我乱说。又知道了？你知道什么？我你知道？你啥都知道你？你不要给我真的知道。你不要给我乱说。我真的知道。你让卡斯回答吧。你卡斯先说，然后我一会儿来验证一下这个答案。哦啊，我卡斯还说不了谎了，天哪！我承认，我对一个，就是我最近觉得对一个艺人想把他拿当我的 idol 来看，而且这个人你们俩都知道。我们俩都知道，但我们俩认识吗？应该不认识，但是我都跟你们俩分享过。我觉得他长得很 OK， 然后虽然演戏有那么一点点的那个，你们不知道吗？等一下，我知道卡斯说的那个人，对吧？17你知道吧？我知道，等一下，我知道卡斯你说这个答案，但是我想问，哈哈，是你想的那个答案吗？不是，你看，就这个问题不是你哈哈。但是哈哈，你有知道我在说什么？说什么？是一个演员吗？演古装戏比较多的一个演员。你再说，大家就可以都知道了。无所谓啊，无所谓啊。你可以回答出来，本来就让你回答问题啊。不行，不能说。为什么不能说啊？这是我一个 guilty pleasure， 我不想说。有些还在冒英文。guilty pleasure，you know， 内疚的快乐。那我蛮想知道哈哈的答案的。什么答案？没有，我在炸他呀。哦，你在炸他。像我这么损的人，我当时要炸一下他啊。卡斯有被紧张到。对，我还好啊。好了，真的还好。但是你们俩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不太清楚了。他们说你真的不知道吗？其哈是3个字的一个艺人吗？是2个字，真的是服了。我真是服了，其哈我跟你不熟，我跟17熟，真的。那确实是这样啊，这个是伤心了。我跟你分享过多少次了？我们俩只是债务关系，你不要想的太那个什么。总想走入我的生活，这个人。17，你可以给我证明我说的是真心话，对不对？真话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他犹豫了，看来不是。不是，我要不别人会以为我在说假话，就在说官方的话，你知道吗？是啦，你也算有为他花过钱了。你说那谁吗？那不是之前吗？那也不是最近啊。但他至少有花过钱啊，有为他花过钱。我刚才听你说最近，我以为你说你又有新的墙头了呢。我谢谢你，其哈没有把他的名字曝光，只是说这些话，我谢谢你，其哈。为什么不能说出来呀？你没有跟大家说过吗？给卡斯留点他的没有，对，我跟任何人都没有说过，只跟你们4只还有公司的工作人员说过，其他人可以，我们这是嘻哈了啊，2个字。没有卡斯，尊重一下卡斯。因为对，我喜欢他的作品《王牌校草》。你最好是喜欢呀，我还是比较喜欢除夕的。我们俩一定要这样互相伤害吗？算了，根本就没有看过啊，根本就没有看过。哎，我还看了呢，我输了。我只看过你的一个表情，在开车。我只看过一个表情。好的，必须吗？来，我就不信我还输，我要连输3把，我真的我你会的啊！1、2、3，咱俩。我今天不是游戏黑洞哦。来，哈哈，1、2、3。你后变的，等会儿你明显是后变的。大家替我作证，卡斯比我晚出了2秒钟。不是，那只是他犹豫了。不是你只能出。大家说是不是？你们来，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我相信你们的眼睛就是尺。你重新来，大家说重新来。
说句公道话，卡斯作弊，你看学霸都说卡斯作弊，我没有作弊，哈哈输了你，看重开，他们都说了，再哈哈输了，来一次，你看哈哈说了，哈哈说了，啊，想要问我呀？哈哈输了。对啊，你看17来评判一下，啊他是不是后出的？我刚刚在看在那个下面那个评论，它是有延迟，而且我们只能出一个就不没看到动你们俩，要不因为延迟的关系，我们出了就不能改了。要不你们再来一遍？咱俩闭着眼睛，这样咱俩闭着眼睛出，让17来看，好，行，让他我们俩我们党练来，我数3、2、1，然后你们出好不好？闭眼蒙眼。嗯，3、2、1。好，哈哈，你输了。啊，我输了，行，这回我认啊，这回我认啊，这回我是认的。那我们就玩个真心话，来，17你先攻。我先下了，我那个得睡觉了。我先什么？我先下吧。真心话哦，17加油，17。我先问是吗？你们也帮我想一想，我也不知道为哈哈太熟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。没有秘密，我没有秘密，我对大家没有秘密，怎么回事啊？不可以问内部的问题啊！我们刚才说过内部的问题，我不能问什么关于那个什么安全里面你最讨厌谁这种垃圾问题。你这样卡斯就不爽了，因为卡斯刚有被问的。啊，刚才是我问的嘛，没有办法。你真沉默。你看他们俩没有什么想问我的，就是、我有想问的呀。那这样吧，我觉得他很公开透明的，没有秘密。我有想问啊。哈哈，那个你就说出卡斯的5个优点吧。说了不说内部的事儿，5个优点你都说不出来啊？不说内部的事儿，不是，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啊。拜拜，我要睡觉了。不是，哎，都说了不要说内部的事儿了，很无聊了。这个游戏叫真心话是有一定道理，就是我们要尊重这个游戏规则，就是一定要说真心话，不能开玩笑的。对啊。行，你再说一下问题是什么？说出卡斯的5个优点。行，我来说了啊。第一点，真诚。我觉得卡斯就是对人还是比较真诚的，就是带着表情什么的，比较真诚的。第二点，我觉得卡斯是一个很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人，就是我觉得卡斯每次的活动都非常有想法，包括他那个中秋的时候办的那个嫦娥，还有之前我们微宗的时候，我觉得卡斯那一站真的是所有我们5站里面设计的最好的啊，包括游戏环节和那个路线都是设计的最好的。您再说要哭了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卡斯是一个很富有责任心的人，就是卡斯不会说，就是他还是比较会顾全大局，就是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做，就是跟集体相关的话，他会还是很认真负责的。然后卡斯是一个比较富有同理心的人啊，就是他会看到就比如说一些电影情节呀，然后会比较有共鸣，然后会触发自己内心比较柔软的那个地方，然后看到一些小动物啊，或者看到一些就是世界上的一些那种就所谓不公平的东西啊，或者世界上的一些什么东西，卡斯会比较有共鸣。然后第5点的话，我想想应该说哪方面呢？我觉得是卡斯算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人吧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优点就是他可能算比较中立，但我觉得在我这算优点的原因是他会让自己过得比较开心啊，他有的时候可能不会太在意别人的一些，不会被其他人的一些想法所左右。对，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还是优点，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值得鼓励的一个点。因为现在说实话，很多人做不到啊，但我觉得卡森能做到。最后来一句，以上都是节目效果，没有节目效果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我没有哭哦。你有什么好哭的呀？我没有哭。卡斯，你觉得他说的真诚吗？还挺真诚的。现在说真诚了。行。好，那换你问。我想问的是，因为我知道哈哈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就是我不是啊，我不是，我一点都不善良，我是一个呆狗。就打比方，就比如说我遇到经济困难，哈哈是
会伸出援手的一个人，他就是哆啦 A 梦，就是为我伸出援手。这个时候不用讲冷笑话，你快点问。然后我想问的是，就是你这几天在直播间，你说卡子我还钱这种东西，这是你的保护色吧？什么叫是我的保护色呀？就是你其实是开玩笑，你没有认真，就是你是知道我是会我知道我是会还钱的人，所以你只是在做效果是吧？我当然是在做效果了，否则呢？如果我担心你还不上的话，或者说怎么样的话，我就当初就不会借给你啊，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，对吧？就是这样啊。I love you。I don't。确实，我觉得每个人在这儿有难处。互诉衷肠，你怎么了？石鑫，你怎么了？石鑫啊，没有，我是觉得这个话题好像感觉好像不像是要问真心话。真心话呀。就是我，因为我觉得有点跑远了，感觉对。是吗？对。那要不我重新问一个？啊？为什么还要再问一个？就是我以为，因为我觉得卡斯是一个就是想象力蛮丰富的人，我觉得卡斯想法特别多，我以为你会问出一个很劲爆的问题。他没有啊。我可以问很劲爆的问题。我撤回我的夸奖。我可以问很劲爆的问题啊。你问啊。就是你马上要出新的 EP 了嘛，反模型人格，对不对？那你是怎么看待我和17还有迪迪这样没有 EP 的人？你们也会有的呀。认真的。对，你们也会有的呀，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，你们也会有的。Oh my god！ 我之前小德就是已经开会的时候明确跟我说了，说那个我只是第2个发的人，但是以后每个人都会有。卡斯问的是你现在对我们没有 EP 的有什么看法？对，不是说未来公司承诺未来这个就是我的看法呀，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啊。但你会不会觉得大家都配得上一张？那你有没有会觉得就是说，熊猫堂 vocal 就我跟蜂窝都发 EP 了，就这种感觉。我不会有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闪光点在，就是一个团肯定是平衡的，因为你看很多的那种韩团，每个人有自己的定位，可能有的是就比如说颜值担当啊，什么面呀，有那个 vocal 呀，有舞蹈呀，然后有一些活跃气氛的，就每个团都各司其职，我觉得不用说，每个人就每个大家喜欢的点也都不一样嘛。你比如说 Blackpink。Lisa 是舞担加副主唱加主 rapper， 她也是有主 rapper。那不是，但是你要这样想，但是你所以 Lisa 是舞担加上副 rapper 加上副主唱，她也有EP，她也有新歌呀，对啊，你这么说的不成立啊。我为什么不成立啊？就是大家都有 EP 啊，你们也有啊，对吧？你刚才举例是说大家都有各自的闪光点，就是你舞担不需要发 EP 这种的，你看这个意思啊？等一下，首先我没有说不需要发 EP 这个事情，你到底是怎么解读的呀？我就是说每个人身上有自己的闪光点，粉丝喜欢我们的地方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，对吧？有很多人喜欢卡斯啊，有很多人喜欢17啊，但是并不一定是因为 vocal 的能力，可能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性格特点。我觉得这个是不冲突的。就像很多韩团，有的人他其实并不是 vocal，但是反而我就喜欢他的 vocal。虽然17不是 vocal，但我喜欢他的。官方的回答，很官方。什么？我这边的人说好官方的回答。那我能怎么我能怎么回答呀？我就直接说你们2个不配吗？不行啊！你要 follow your heart， 你要说真心话，你要说真心话。他刚刚就说出真心话了啊！你们不配是吧？对啊，他刚刚那个17，我们俩送他一首歌吧，蔡依林老师的《我配》。少给我在这挑事儿啊！很官方，但是事实，因为事实就是这样啊，因为。是这样的，我从心里话的角度来说，EP 不一定每首都是一种抒情歌或者那种流线型的歌，因为我跟峰峰为什么先有了 EP？ 因为公司现在收的歌都是这种慢线条的歌，可能更适合我们。那卡斯你有自己的方式，你有你的 rapper 的能力，对不对？
那你的 EP 可能就是以 rap 为主。那17它的音色很特别，它可能有一些低音炮加 rap 的部分，我觉得也是很出彩的东西。这个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性来看的，你不能讲好像 K 明老师啊，你不能这样来看的。因为公司现在你也知道，精品 demo 现在分给大家的歌，哪怕分给你的歌也是出新歌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公司拿到的歌就是出新歌，市面上的大部分的现在都是这种出新歌嘛，就是一个现状嘛。17哥，你对他的回答满意吗？哦，不满意，那你就没有吧？有什么关系？哪满意不满意17哥，你对我这道问题满意吗？很劲爆，是不是？很劲爆，我可是很有综艺感的好吗？综艺感。我很会挑事儿。啊，这两个人欲求不满的。Round 他们要 three，看的就是这个，他们要看的就是这个，真的对。Round 3，对了，卡斯你不会有意思的，好可怕！来，气死我了！我们闭上，我们那个就是遮住眼睛，然后再看哈。来，哈哈，准备好，遮住眼睛。你不遮住眼睛了吗？你怎么还看学我们？你学我们，直接放然后1、2、3出，然后不准改了啊！来，王佳，你眼睛变那么大，来，那个偷瞄，对，来，17准备好，来，1、2、3。出门了，我出的剪刀，你们没看到，我刚才手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啊，只是插在后面了，你们没看到。大的吓，什么叫大的吓人？对吧？卡斯，你先上。我想到了一个劲爆的。那你先说嘛，你先说吧。哎呀，你刚刚我给我点时间，让我想到更劲爆的。你先说。我听听有东西吗？他还请你用1、2、3、4、5来表达一下你跟团里面关系的顺序。你看他又问团里的东西，我很无聊。我刚才都已经说过了，不要问团里的东西。然后这两个人一直嘛，就大家想看这个呀，想看这个，这个就是有好有，也不是说不好，只是说关系远近而已。对，我就是关系远近，没有说不好。其实峰峰和丁你不在，不要问这种，他们俩其实不是刚才我们都立下规矩了，说不要问团里，不要问团里。17，我想问问你哈，峰峰和丁你现在不在直播间，只有我们俩。那他排名的时候呢，我们那就是尴尬的就是我们俩，你为什么要把这种压力给到我们自己身上？没关系，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尴尬。你俩就是一个真实啊，你干嘛那么自信？我们俩就一定会是在下面呢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但是不管在不在下面，你总会有一个排名吧？我要么在你上面，要么在你下面，就是这种事情，你为什么要说自己呢？注意一点，我怀疑你在开黄腔呢。我今天要说这个话，卡斯。不是，我说排名在。等一下，我们不要问团里的问题。先发言。不要问团里的问题好吗？排名在上面或者排名在下面，总会有一个人排名在上面，那另外一个人是不是有压力了？说好了，不问团里的问题。换一个，快点换。行，那我想一下，卡斯你先问吧。这样不行，我私底下可以给你排。行，私底下可以给我排。我私底下可以悄悄告诉你。这样子，我甚至可以给出好几个不同版本的答案。哈哈。我来问问题吧，就是我问的问题跟我们5个人有关，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回答出来的。不行。就是这个问题其实跟我团里面没什么关系，我只是那你说，你先试试看。如果因为我们4个人的家你都去过了，对不对？如果现在有一种情况是你有机会，你这房子现在不住了。你有机会这4个选择，4个家，你会选择哪一个住？就没有人在啊，只是说我们的房子啊，只是说房子是吗？对，跟人没关系，就是我们这4个房子的样子和装饰啊，不管是什么沙发啊、餐桌啊什么东西。等会儿，我先搞清楚，
只是从房子的角度出发，对还是需要考虑什么交通方不方便呀，还是地理位置这些需要考虑？不用，就是你想最想住进去的一个就是房子住的单纯从房子内部来看，不考虑这什么通勤啊什么东西的没有关系。顶顶。哦，就原来你喜欢这种大开间是吗？不是，因为我觉得顶顶家的那个，他那个房子比较新嘛。我房子也很新啊。他喜欢新房子。没有啊，你那房子看起来一点都不新。就他家的那个是因为是一个偏，这个更不新。就是他家那个偏顶楼的一个概念嘛，所以旁边是有个大平台。然后我觉得那边视野会比较好一点，而且整个房间会显得比较大，显得比较干净。家现在新一点。就是他，就是原来你喜欢新的房子是吗？就是因为他现在住的房子特别新啊，所以他想要住一个新的。因为你就没有什么追求什么是吧？因为你单纯从环境的角度来看，因为实际租的那个房子确实是偏旧，就是跟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差不多嘛。你新一点。但是你不觉得17哥哥的家就是很窄？对，就是17，我跟你讲，你的房子什么都很好，唯一的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住进去，我唯一会觉得感觉不好的地方就是窄。像别你这种大只的人，就是快有这么大的人，我觉得你应该住更宽阔的一点的房子。我家已经65平方了，你还要多大呀？但是窄就是改名了，65平方应该是正方形，不应该是长条形。一个人住65平方，你还要多大？你告诉我，我住大别墅算了。我希望你有一天能住大别墅呀。我家有啊。我们大家记得17哥哥是富家子弟啊。没有。呀，我知道，我去过他家。啊，不对，我去过他其中的一个家。你不知道吧？原来17是隐藏的富豪。没有。怎么隐藏啊？他一点都不隐藏好吗？你都不知道，谁家别墅可多了。Stop， 这个话题 Stop， 这个话题 Stop。OK。他是扬州4套房子。放屁！我现在抱你大腿还来得及吗？17，你来不及，你封我一套大腿，得罪的死的。是的呢。峰家有大别墅，你看没有？像有人说了，峰家有，峰家也有，峰家别墅很大。对，你们俩没事抱人家家底干嘛？峰关我屁事！我刚才那个问题换一下，给我们5只资金排个名啊，那我就有数了。我就知道怎么排了啊。好了，17你问17，你问吧。哎，你刚才这个问题其实问的蛮好的。他问的啥问题我忘了，你问的啥？他说你刚才说的问题很好，帮我们5只以资金来排个名。是吗？你要问这个吗？他说的，我可排了，那我可排了，第1名17。啊，当仁不让啊，17当然不让啊，17当然不让，17家境很好啊。怎么扎心了？第117，第2顶顶，第3峰，第4卡斯，第5我。太低调了。No， 我们俩应该换一下。你去过我家，你知道我家什么情况？没有，我跟你说，他是第1。不是，我去的是你的奶奶家，你哈尔滨的家我没去过。哈尔滨的家也差不多啊，反正因为我去过17家，我知道我家跟他家的一个差距。你少来，我家是有多大差距？你没有说夸张，我跟你说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奶奶家和我姥爷家也是一样的。跟我去海城是一样的。对呀，我们俩不分上，咱俩差不多呀。但是你有你自己的房子呀。但是你是现在我大家主，卡斯有自己的房子呀，朋友们。这是可以说的吗？天哪！如果卡斯以后还不上我钱，我就用他那个房子抵押贷款。但是我什么都没有。对，为什么我第5？因为我现在所有的钱都在卡斯那儿，我现在就没有钱了。合理吧？
厉害，这个真心话玩的溜啊！伤害的全是别人，然后自己全身而退。这样真心话就是伤害别人的，真心话怎么会伤害自己呢？不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问题，好吧？谁让你们问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他们都说我原来卡斯是在装穷，你快帮我解释。啊，卡斯没有装穷，我们只是一个相对啊，一个相对，那就比我好那么一点吧。没有啦，其实我应该在最底下，因为鉴于他是我大债主，我应该是在排第5的。但是我钱都在你那。你不会排第5，卡斯你绝对不会排到第5。真的假的？嗯，那谁是第5？那谁是第5呢？我。哦，这才是在装穷吧？怎么回事啊？我。哦，面面，你别再打击我了。从下往上排的你知道是吧？你知道面面说什么吗？面面说没事儿，是穷，就是有个房子而已。你们都有自己的房产，只有我没有。好惨。鲁鲁啊，鲁鲁应该，鲁鲁比我能好一点啊，鲁鲁还是比我好一点。你不要把自己说那么惨，哈哈，不至于真的。没有惨呀，我只是说相对嘛，就是家里是有那个大别墅、大别野吗？不是那个东西在农村叫平房啊，那也是资产啊。在我们农村叫平房。而且你家有田了，你知道现在田，你知道那个房子能卖多少钱吗？那房子要卖的话，也就几千块钱就能卖出去。不是，哈哈，你家有我们其他几只没有的东西，你家有炕，我们都没有，很值得骄傲吗？这个事情值得骄傲呀！好了，我给你发一下我们家的图片。卡斯有啊。好，17你问了，我问完了。哎，问完了。那我也问完了吗？我问了吗？我家田现在已经被回收了。问了呀，你刚刚问完了。